你还在使用普通转接头，其实是很危险的，我给你看看。从这2张图可以说明不对的，使用转接头会造成插头烧坏。先了解可更换插头种类。2角插头、3角插头、2角电源线、适配器。4大解决方法。方法1：使用转接头。现在看到的转接头都是常见的类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便宜。通常你买电器的时候，商家都会配送给你，而影片看到的转接头是新的，所以紧实度还可以。一些低质量的转接头，即使是新的，紧实度完全不行。这类的转接头用了一段时间，插座的紧实度会大大下降，造成危险。尤其是使用高功率电器，比如说吹风机，这些活动较大的电器更不适合使用。就连3角插头都是松动的，可想而知，插头与转接头接触不良造成火花伤害多大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个多功能排插，我本身也很喜欢使用，可是和第一个转接头同样的道理，紧实度存在问题，尤其是不断的替换音标插头，因为音标插头的插柱更粗一些，里面的铜片被推开了，造成了松动。我故意使用同样的插头，音标插头却很容易插进去，你想象一下呗。音标多孔转接头，小功率电器我都会使用这一类转接头，紧实度相对好一些，毕竟这类型插头孔是对应的。这类转接头带有2角插头和3角插头插座，所以安全度相对高一些。音标转接头可用于英国、香港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国家。记得买多孔转接头，如果不是使用高功率电器，同时使用多个电器都没问题。再来的是86型插座面板，这一个是我极其喜欢使用的插座之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方便，你不需要使用任何转接头或者是更换插头。如果你有3至5个插座铜牌，不妨考虑一些换成这一类的无孔插座。方法2：更换适配器。想要更换音标适配器，这是一个我用着的相近雾化器，我换了音标适配器，那该如何购买匹配的适配器呢？首先必须从适配器上读取需要的数据信息。注意3大要点必须了解：第一，输入电源；第二，输出电源；第三，电源连接头类型。输入电源电压依不同国家的电压标准做出选择。输出电源电压依电器所需的电压以安培数为标准。记得有 AC 交流电和 DC 直流电之分。购买前拍下原本的适配器让卖家参考，大部分都是5伏特至68伏特之间，安培数在 0.6 至7安培之间，大功率电器除外。电源连接头常见的都是 DC 接头，需注意，如果是 5.5 毫米 DC 接头，内孔有 2.1 毫米和 2.5 毫米2类，你也可以询问原来的卖家，通常他们都能提供你接头尺寸。左边呢是我购买的音标适配器，是超宽输入电压，也就是大部分国家可以使用。输出电压是 DC 直流电24伏特650毫安培。下面显示较一简的图标，就是接头内外正负极的标示，全部正确，可以使用。可以简单的测量接头尺寸，方便购买。方法3：更换电源线。看见电源线的适配器我可开心了，因为更换电源线相对简单而且便宜。比如8支电源线，8支电源线大部分都是同样尺寸，只要是8支电源接头都可以使用。电源线可以从不要的打印机类型电器取下，去掉旧的电源线，接上新的音标电源线，是不是非常简单？
这个是品质电源线，我们可以从旧电器取下电源线，品质电源线可以从不要的电饭锅或台式电脑取下，道理也是一样的，取代旧的电源线。想要更换电源线，同样的，我们必须读取电源线上的安培数。现在你所看到的2个接头都是 2.5 安培的8次电源线，可以使用。让我们看看接头，改换的插头对比原来的10安培，虽然只有 2.5 安培，但是输出端只需要 2.5 安培，所以是安全的，可以使用。根据这个逻辑，只要改换插头安培数不要超过原来的插头，都是安全的。还有一个方法，从适配器信息可以看见，输入安培数最大不超过2安培，所以 2.5 安培的插头和接头大过于适配器最大安培数，所以绝对没问题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个准备更换的品质电源线，对比一下接头，一样可以。再看一看接头，对比一下，原来的接头安培数最大10安培，也就是现在看到的 10A， 准备替换的插头最大值13安培，安培数比原来的更大一些，可以用吗？基本上没问题，如果还是担心，别急，后面我有方法教你如何解决。方法4：更换插头。所需工具。这是我最常用的方法，更换音标插头。我手把手教你如何使用，家里都有的剪刀和螺丝刀就可以更换音标插头了。首先将原来的插头剪掉，然后用剪刀将最外层的电线皮剪出一个小缺口，再拉扯电线，这样就不容易剪坏电线本身的保护皮。再将多余的外层皮剪去。打开音标插头，看到电线连接插头位置，如何判断连接电线的位置呢？别急，3星电线的话，根据图片的颜色安装到位，非常简单。那如果是双星电线呢？双星电线是不需要连接地线的，也就是最高的位置。那电线的颜色不是如图片的呢？记得找出红色或褐色连接火线位置，也有可能出现2条电线都是黑色，怎么办？别担心，双星电线其实没有火线和零线之分，随意接上其中一个，记得只限双星电线。3星电线的话，就根据刚才图片找出对应的位置即可。接下来用剪刀剪掉电线保护皮，记得要轻，感受一下保护皮和铜线硬度的差别，然后用点力可以扯下保护皮了。将电线稍微整理一下，然后电线锁紧在对应的电线孔里。我喜欢把电线尾端对折，这样锁上螺丝有更大的接触面积。当然，出电线就不必对折。随意改换插头安全吗？你会常听到更换插头危险，大多因这一个保险丝的问题。接下来我来教你安培数大于原来的插头对应方法。打个比方，影片看到要更换的插头只有6安培数，我们来看看新的插头保险丝安培数值。更换的插头保险丝竟然高达13安培，怎么办？你只需要购买对应的保险丝更换即可，普通的5金店是没办法购买的。这是我从网上购买的小值保险丝，有13、15和3安培。没有6安培怎么办？教你如何计算所需安培。比方1000瓦除以240伏特得到 4.1 安培。我更换的电器远远不到1000瓦，所以我换上一个5安培的保险丝，虽然比原来的6安培低了1安培，还是足以应付的。这样你学会了吗？别忘了订阅、按赞以及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